大家早上好，现在又来到了机场，准备从这里出发了，然后前往卡拉法特去看莫雷诺冰川。本来我是想着坐大巴去的，但因为现在不是季节啊，从这里到卡拉法特的话是要转车，再加上它没有当天直到的，就算转车的话，它也要在中转站等一天过夜才能到啊。价格是10万比索，其实坐飞机比坐大巴还便宜，但是其实我是很想体验坐大巴的，但没办法啊。坐飞机的话才400多人民币，坐大巴算下来要600多人民币了。哇，可以看地表就非常的平整，就不像是天然形成的，就好像是人工切割、人工把它摊平的，像水泥地一样的，非常的神奇。从乌苏怀亚飞往卡拉法特的上空，就能俯瞰到横跨阿根廷与智利的巴塔哥尼亚高原，南起火地岛，北到科罗拉多河，西接印第安山脉，东临大西洋，总面积约104万3000平方公里，人口约为200万，地貌涵盖了冰川、湖泊、高山、草原、峡湾和海岸。而名字的由来则是当时的麦哲伦航行到此，把当地土著称为帕塔岛，意思是大脚丫。哎，你没听错，就是这么随意，帕塔高尼亚就是大脚丫人的地方。经过1个多小时，终于落地卡拉巴特，这座巴塔哥尼亚的冰川之门，位于南纬50度的一个人口只有8000人的小镇啊。那么，让我们先从这个小镇来开启我们这趟冰川之旅吧。安静的卡拉法特小镇坐落在阿根廷湖畔，背靠世界最长的安第斯山脉，也因此来自太平洋的湿润气流被阻挡，从而形成了干冷的高原气候，同时也造就了许多知名冰川，是通往莫雷诺冰川的门户城市。从这里到市中心大概20多公里左右啊，你可以坐 taxi， 也可以坐这种巴士。我买的是这种巴士啊，价格是1万2。这个巴士服务还是很好啊，这里可以专门放行李的地方。这个巴士不错，而且是直接送我到酒店的。好可爱啊！这些好像是不同颜色的草泥马。这里呢就是阿根廷湖了，也是阿根廷最大的湖泊啊。可以看到这边的地貌是不是很像在西藏？到住的地方呢，以往呢都是让大家猜价格，这次呢就先公布价格。我现在住的位置呢就是在市中心的一个民宿啊，价格是160人民币。我们来看一下值不值吧。这里呢是自助办理入住的啊，要输入密码哦。这边是会客区、前厅，房间呢是有一个单独的卫生间的，但它不是在房间里面，在外面，但是有自己的钥匙。这就是卫生间，还可以啊，干湿分离。然后看一下我的房间吧，我住的是2号房啊，这边还有一个窗户，有暖气，挺温馨的。这是外面的，也挺好看的，外面的风景。这边还有一个小小的衣帽间，这里感觉要比乌苏怀亚要暖和一点的啊。现在已经来到了主干道了，往前面走了就是这边的商业街。在路边呢还有这种公共的电话亭啊，不知道还能不能用啊？这种电话亭已经很少见了。可以看到主干道有没有什么游客啊？可能跟淡季有关啊。包括今天早上坐的飞机的空置率也非常高的。这边不愧是富人旅游的地方啊！刚才问了一个 trip， 价格是33万5千比索，还没包括门票的4万5比索啊。但这个区是非常好的，它呢是有一个1万9的就是坐在船上面游览3个冰川的地方。然后包含午餐，还有就是公共交通的费用，再加一个徒步是7万5比索啊，所以加在一起33万5千，还没包含门票的4万5。可能我来的季节不对啊，我感觉这里是一个很宁静的小镇人也不多。因为度过从青春到寒冬，因为城市在落空，都画在你眼中。谁从慕名而来，谁安然的
此想要出走。这里有一家中国餐厅的自助餐是29000比索，这边韩国的方便面啊，火鸡面4700比索，韩国的烧酒8000比索。这边最出名就是羊排啊，羊排33000一份，然后你像阿根廷的牛排也35000比索，都是在3-4万比索左右。每个不起眼的小店里面的装修都非常的精致，非常的有格调的。这是阿根廷国家能源加油站的价格啊，可以看到95的汽油是979， 98的汽油是1239，然后柴油价格是1250，品质比较好的柴油价格是1424。在阿根廷啊，哪个地方都有圣马丁的雕像啊，这也是一个圣马丁广场，他们的民族英雄。这呢就是当地的一种灌木啊，可以看它的果实啊是密密麻麻的红色，它成熟之后呢就变成蓝色。这种灌木呢，它名字叫做卡拉法特。没错，这个小镇呢就是因为卡拉法特而得名的。听说只要吃过这种果酱的人，就一定会再回来的。我们来看看这边一个大型超市的物价吧。可以看到这边快乐水2.5升的价格是3675，红酒的价格从3000到10000不等。6个鸡蛋2360。刚才在外面看到那个灌木丛里面那个果实啊，然后成熟之后就变成这种蓝色啦，这就是卡拉法特果酱啦，买一瓶，价格是5800。鸡腿5009一公斤，猪排10000一公斤，牛肉11000一公斤，西瓜5000比索一公斤，洋葱1000比索一公斤，橙子2000比索一公斤，1公斤的大米1300比索。在这里啊，每一家店都是有免费 WiFi 的，直接扫码就可以用。这是小镇的一个工地。你好吗？我很好，对。你学习中文多久了 ？How long are you studying Chinese？ 我学习中文。哦，你在广州待过7年。哦。工作中文。10 hour。早上好。啊，早上到晚上。他们来自哪里 ？Where they come from？ North Argentina. Oh, the north. I am 19 years old and I live in Calafate, Santa Cruz. It's a beautiful city, you know. Okay. The cost to live here is like 1,000,000 pesos argentinos, $1,000. And how long do you need to work in a day? 8 hours. Hola. So I'm from here to Moreno and from departures 9 and returns. 9 in the morning Uh, and come back at 3 p.m. from the okay, glacier. okay. Okay? In a day, see. You have to be here 20 minutes before. And the price, how much the price? The price it is 45,000 pesos. If I can pay by cash, I can get a discount. With cash it is 40,000. Oh, that's good price. Yeah, thank you. I get it. Thank you. 这是距离市中心大概2公里外的一个客运站啊，在这边呢就是可以坐车到全国其他地方去的了。我没办法，我在这边问了几个旅行社，价格都比较贵，所以说我决定 DIY 去看冰川啊，但可能就没那么深入了。在这边呢是可以买票，然后到冰川的来回，价格是4万，是现金的价格啊。然后到了那边都还要给4万5一个门票的钱，所以加起来就是8万5就搞定了。很远的地方有一片海滩，孤独的人他就在海上乘着船帆。在阿根廷最大的湖泊旁尝一下卡拉法特酱，然后再欣赏一下这边的日落。闻起来还不错啊，尝一下。尝起来味道有点山楂的味道，但是又没有山楂那么的酸啊。大家不要介意我用手，反正我是自己一个人吃，然后没有餐具，没办法。配着面包试一下，风好大这里。配着面包更好吃，但没有好吃的那么夸张，一定要再回来吃一口这个了。晚霞绕过火车，等着恋人就能猜完彼此情话。哇，好新啊！竟然在这里看到了智利的火烈鸟。大家早上好，现在8点多，天还没有亮，这边9点半才天亮的。我们住的这里呢，它是包含早餐的，
来看一下吧。在客厅这里呢，8点钟开始提供早餐，一些简单的面包、甜点、橙汁之类的。自由行的话，很容易就人在囧途啊！一大早用 Uber 是叫不到车的，在这里。从这里到客运站2点多公里吧，我打算走路过去，30分钟应该能赶得上啊。商户的灯都是一直亮着的，灯火通明的小镇。哇，这么早就开始工作了，这边工人其实也是挺勤快的。啊，终于赶到了。当我满头大汗的赶过来，结果车晚点了，因为巴士晚点，所以说回来的时间它也改了，变成3点半了。可能是游客不多的原因啊，才改用这种小车了，都不是大巴车。多纠结，多想念，多无法描写疼痛。这么看是不是感觉在318在西藏一样啊？巴塔哥尼亚冰原呢是除了南极洲跟格林岛以外的第3大冰原了啊，这就是阿根廷湖了。都看不见，想穿越，想飞天，想变成造字的仓颉。现在呢已经到了国家公园的门口了，在这边呢是要买门票的，4万5比索。这里呢就要换上防滑链了，现在这里的地太滑了。虽然是在客运站买了票啊，但在每一个拍摄点它都会停车让我们拍摄的，非常的好啊。可以看到现在下起了毛毛细雨，前面呢就是莫雷诺冰川啦。写出能让你快回来的诗篇。现在到站啦，前面呢就是有咖啡厅、有厕所的地方，这里呢也是最容易到达的看冰川的地方了啊。然后3点半在这边集合，再回去，这里就是冰川了，这边是可以徒步的。我们来看一下景区餐厅的价格吧，三文治在14000，一杯咖啡在5000。准备好了吗？来，这里就是童话般的世界。莫雷诺冰川，它颜色是发着极为艳丽的蓝色的，美极了啊！它的面积呢是有250公里的，全长是30公里。现在所处的海拔呢是150米，山顶呢是2100米，冰川的高度啊是70米。你可以听到啊，它会发出阵阵的那个冰裂的声音啊，所以说这个冰川啊，它是在移动的，一天呢可能会移动1到2米。This is a beautiful experience. It's something unreal, and we are so happy to be here. 1 year. I Oh, think 1 so. year. Yes. Do you have anything you want to say to your partner? I love him, and I want to know the world with him, all the world. When you and I were forever wild, crazy days, the city lights, the way you play with me like a child. 你能想象吗？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冰川呢，是来自太平洋西风带的水汽吹向南美大陆。首先撞到的就是安第斯山脉啊，在山顶，然后冷却、降雪，然后积雪年复一年的累积形成的冰川，然后在重力的作用下，慢慢的向前推移，需要300到500年才来到这里与我们见面。看到下面的船了吗？其实是可以坐船更近距离来观看这个冰川的。还有一些更深入的 trip 吧，就有那个 Big Ice 跟 Mini Ice。Big Ice 的话是要等到夏天才可以参加的，可以更深入到冰川上面去行走的。Mini Ice 呢，就是也是在冰川上面行走啊，然后在上面呢是可以喝一杯威士忌的，也非常的不错，价格呢是38万多。Will you still love me when I'm no longer young and beautiful? 阿根廷的这2期视频更新后呢，显得收看的观众不是很多啊，我也有些迷茫，也发了帖子来征求一下观众，看怎么样来提升拍摄的水平，然后包括节奏各方面啊。在这里呢，收到很多观众的支持和肯定，在这里呢，非常的感谢大家，很感动啊，感谢有你们一路的陪伴。风太大了，我就走到下面来跟大家讲吧，我没有打草稿了，我就想到哪讲到哪吧。其中呢，在帖子里面收到最多建议的就是有一条说到我的时间太长了，然后视频节奏方面呢又
像白开水一样索然无味啊。我知道大家可能会比较喜欢看一些慷慨激昂的啊，就比如说欢迎来到这里，这里是我旅行的第几个国家什么什么的这样子啊。我的性格可能会比较内敛一点，他那种就给人感觉有点要征服这个地方了一样啊。但我在一次次的旅行的过程当中，我没有任何有征服过一个地方的感觉，而是一次次的被震撼到，就像我现在所处的这个莫雷诺冰川一样，听到雷鸣般的巨响吗？这就是冰壁断裂掉到湖里面的声音啊，非常的浪漫在这里。当然我不说那种不好啊，就是大家的风格不一样啊。我是性格比较内敛的，不像人那么的外向，那么的可以来调动情绪啊，也请大家多多包涵啊。开往未来的路上，没有人会再回返，说声再见吧。由于最近比较迷茫啊，所以说呢，在这个小镇待了一段时间，好好的调整休息一下。这就是小镇的生活啦，这就是阿根廷的农村啦，还挺慢节奏的啊，很惬意。现在在超市采购了一些物品，等一下大家看一下我住的那个民宿，我换了一个很有性价比的民宿啊。来开箱一下我住的地方吧。前面还有一个院子，哇，可以看这花很漂亮啊。这里是我住的民宿啦，一个独立的客厅，有冰箱，有厨房啊。然后这边呢就是一个独立的卫生间，干湿分离的。这边呢就是卧室了，虽然看起来比较老旧啊，但很温馨。这么一个房间，一个晚上才150人民币。这呢就是我的室友了，好粘人的小猫猫啊。然后这就是我在超市购物的成果，这个是36000多比索，相当于210人民币。30美元买了一个纸巾，然后黑胡椒、黄油、蔬菜，这个蔬菜好贵啊，2000多比索，然后牙膏、洋葱，还有青椒，还有水果，还有鸡蛋，还有米啊等等，还有一瓶红酒。啊，在阿根廷怎么能错过它的红酒呢？红酒当然要配上牛排啦！哇，这就是很普通的牛排，但品质在国内的话，估计就这个牛排都要卖到200-300块钱了。这牛排价格是9100比索。这里呢就是我室友的专属位置啊，我给他在暖气旁边放了一个凳子啊，他就在那边梳理毛发睡觉啊。有这个室友陪着挺好的。好了，也感谢大家的陪伴。这个视频就真的结束了。